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用真实、缓慢、清晰的中文聊语言、人生、文化、科技，关注那些你我都关心的事情。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这期播客我又想来聊一聊语言学习这件事。最近我感觉自己的语言学习又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所以我又开始调整自己的一些语言学习方法，也想在这里把这个过程和你分享一下，看是否能够对你的语言学习有一些启发和帮助。听过我之前播客的朋友也许知道，我现在正在学习3门语言，一个是日语，一个是西班牙语，还有荷兰语。同时学习3门语言的确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尤其是在我还有全职工作以及其他的一些事情的情况下。但是对我来说，能够在不同语言之间切换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很容易分心。如果我只做一件事情，只学一个语言，就很容易变得很不耐心。所以尽管我知道很多语言学习的博主都不推荐同时学好几门语言，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但即使在这样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下，我还是需要在每几个月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学习方式，要不然就会进入我刚才所提到的瓶颈期。我这次的瓶颈期具体是体现在我前几个月的语言学习方式是以教科书和考试主导的。比如说日语上，我今年报名了在7月份的一个日本语能力测试的最高级。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参加过这个最高级的考试，但是都没有通过，所以这次我感觉到其实是有一些压力的。那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边，我每周都会尽量做一些专门针对这个考试的一些练习题，在网上有非常多好的资料，所以我尽量让自己每次到学习日语的那一天的时候去做一些听力或者阅读或者语法的专项训练。所以这是在日语方面，我是在通过准备考试来提升自己的日语。那西班牙语的话，我主要是在用一个分级的西班牙语教科书，那我就是每周看一课内容，然后去记里边的一些语法点和单词。荷兰语我也是在用一本教科书，然后也是通过做里边的练习来提升自己的语言。通过准备考试和教科书来学习语言的好处是有的，那就是我能够比较明确地体会到自己的语言的进步，并且能够在不同的话题下去学习这门语言。比如说我的荷兰语的书里会提到环境保护，会提到法律等等，这样一些我平时可能并不一定会花大量时间去学习和了解的内容。那同样在准备这个日语考试的时候，
里边学习到的一些语法知识，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并不一定会经常用到，但是在一些相对正式的文本里其实是会用到的。那我如果只专注于平时的一些日常的自己感兴趣的输入的话，那可能就不会接触到这些语法。所以这样的语言学习方法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很枯燥，很无聊。所以在我坚持了几个月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没办法坚持下去了，所以想改变自己的语言学习方法，从这样一个教科书和考试主导的学习，变成在放松状态下的学习。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TED Talk 叫做如何用6个月的时间掌握一门语言，我会在 show notes 里把这个视频的链接加上去，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虽然不一定完全同意这个视频的标题，但里边提到的一些语言学习方法，我觉得是可以参考的。其中提到的一个理论，就是在放松和享受的状态下学习外语会学得更好、更快。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符合常识的一个点，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自己在过去这几个月的状态，就不是在一个放松状态下学习外语的情况，或者说在2种状态之间去不断的反复交换，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状态。也就是可能有几个月我是按照教科书来的，那另外几个月我是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下去学习的，这样就更容易让自己坚持下去。因为学习语言本身其实是一个长期且相对比较枯燥的过程，所以在学习方法上有一些变化性是更好的。那对我来说，我准备怎么做来实现这样一个放松状态呢？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阅读，通过玩游戏，看目标语言的视频，以及听目标语言的有声书，来帮助自己学习语言。这几个方法其实是高度符合我自己平时输入的习惯的。比如说我会读很多书，那很自然的我就会去读自己正在学习的语言的书籍。同时因为平时我在上下班的时候会有一些通勤的时间，那我就可以用这样通勤的时间来听一些有声书。那在看视频的时候，有不同长短、不同类型的视频，对吧？在 YouTube 上有 Shorts， 然后有长视频，长视频里也有不同的主题，有一些可能更严肃，有一些就是插科打诨那种状态。不同情景下的视频都是我可以学习语言的材料，所以这是我会调整的一个大点，就是暂时放下教科书和考试，而是通过沉浸和放松、享受的这样一个状态去学习外语。我另外还有一些最近慢慢有改变的学习方法，一个呢就是我在做 shadowing， 在做跟读的时候顺序有了一些变化。我以前做跟读的时候，我会先放一遍录音，然后自己读一遍，但是呢我现在是反过来，我先读一遍，然后再放录音，然后我再读一遍，所以一段文字我可能会读2遍，然后听一次。为什么我会调整这样的顺序呢？是因为
我发现如果我先听录音，然后再跟读的话，那我其实自己并没有去积极的思考，这个单词的发音是怎样的，这个汉字怎么读等等。但是如果我自己先读一遍，我会注意到自己可能不太认识的单词，或者自己不太确定这里的语调应该怎么去读，然后当我听录音的时候会更有目的性的去听。那在第二遍读的时候，也就是在听完录音之后读的那一遍，就会有意识的去更正自己第一遍读的时候的错误。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点，但是我觉得慢慢的有在改变和提升自己的语音的学习。第二个我做的小改变就是 Anki 的使用方法。Anki 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用来记忆单词的软件。那我之前有提过，在我准备自己的 Anki 的新单词的时候，我会加上一些例句，但我现在非常有意识的去加5到6个例句，而不是1到2个，因为我更强调在语境当中去学习新的单词，也就是通过阅读5到6个例句来熟悉这个单词在不同情景下的用法，并且在我看完这5到6个句子之后，我会尝试去背诵里边的1到2个句子，来帮助自己真正的把我看到的内容印在自己的大脑里。这样下来做 Anki 的时间会相对比以前长一些，但是我觉得是有效果的。尤其是通过阅读例句，然后背诵例句，这样的好处不仅仅在于更熟悉这个单词，而且是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自己对这个语言的阅读量，所以对提升自己的语感也是有帮助的。那第3个小的改变是我输入的方式，除了视频之外，我还增加了有声书。这我刚刚有提到，但我想单独拎出来聊一聊。有声书指的就是 audiobook。 为什么我想单独聊一聊有声书呢？因为它不同于看视频或者看电视剧，它的输入方式只有听这样一个方式，所以对于语言学习的听力训练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你不会在视觉上被视频所分心，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听上面，所以对我们的听力很有帮助。并且有声书你可以在走路的时候听，可以在坐公共交通的时候听，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听，它能够大大的提升你输入的时间。当然播客也适用于这样一个方式，但播客和有声书两个之间，我个人其实更偏向于有声书，虽然我自己是做播客的。有声书相对来说会更有体系一些，然后里边的内容的情景也会更丰富。比如说我日语在听的有声书就是轻小说，那我荷兰语在听的内容是魔幻小说，那我西班牙语在听的就是非虚构书籍，是一本关于语言学习的。但我播客其实也会听，但有声书听的时间会稍微多一些。我之前在另外一期播客里有推荐过微信读书这个 app， 他们现在除了 AI 生成的有声书之外，也会有专门由真人去读的一些有声书，我很推荐大家去了解一下。那最后一个我并没有改变的语言学习的点是语言交换。
语言交换是我从很早以前开始用的学习语言的方法。那我不管是在荷兰语、西班牙语、日语，甚至是以前在我还在积极的学习英语的时候，语言交换都是我最常用，也是我一直在坚持的语言学习方法。一般我的做法就是和我的语言交换伙伴提前约定好，每一周或者每2周线上或者线下聊一次，然后每次聊的时候一半是用中文，一半是用我的语言交换伙伴的母语来聊天。那随着聊天的深入，我们聊的话题也会越来越多。一开始可能就是互相介绍自己的情况、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爱好等等，但是到了后面可能会更多的关注在自己的近况，然后以及自己最近在关心的一些话题等等。通过语言交换，最大的好处自然就是我能够积极的去使用这门语言。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通过我自己在每次语言交换过程中的表现，我其实是能够体会到自己语言的进步或者退步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我语言学习方法的有效性的考验。另外的好处就是，当我和某些语言交换的伙伴聊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其实都变成了朋友，而不仅仅是语言交换的伙伴。所以这其实也是在扩大自己的人脉，扩大自己的交际圈。那这一期播客里我提到的语言学习方法和原则，就是在放松的状态下去学习语言，然后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我很推荐的一个方式就是有声书或者播客。然后在我平时每天的语言学习过程当中，我会做的事情就是跟读，就是 shadowing。 那在做跟读的时候，我推荐你先自己读一遍这个句子，然后再去听录音，然后再去跟读，这样其实会更积极的去调动你的对这个句子当中出现的单词和语法的知识。同时在每天看 Anki 的时候，尽量多加一些例句，并且尝试背诵这些例句当中你认为自己平时可能会用到的句子。以及最后提到的一点，那就是语言交换。这些事情其实就是我平时语言学习在做的一些事情。你有没有一些觉得很有用，但是我播客里没有提到的语言学习方法呢？欢迎和我分享。这期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秋月漫谈是一个面向中文中高级学习者的中文播客，我用清晰而缓慢的中文聊你真正关心的话题。除了免费的播客 newsletter 以及带有中英字幕的视频之外，我还提供针对严肃中文学习者的付费内容，包括修订后的中英文文本，播客里较难的5个单词和例句，以及与播客内容相关的5个问题，都附带我的录音。每个月还会有一次播客话题的投票，感兴趣的话，欢迎查看我的 Patreon 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